年头，打工人的烦恼真的太两极化了。普通人天天愁客户、愁开单、愁业绩挂零，比亚迪海外销售的烦恼简直是拉满了凡尔赛 buff， 让人羡慕到牙痒。别的行业销售焦虑没人买车，比亚迪海外销售每天焦虑的却是车卖爆了，根本交不出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放在几年前，国产新能源车出海还得小心翼翼，低价讨好海外消费者，生怕没人买单。现在完全反过来，比亚迪在海外市场直接杀疯了，属于是客户追着下单，销售被迫爆单的状态。最近，澳洲汽车圈就爆出一个超级搞笑的真实名场面。当地一位比亚迪销售月底还没到，个人订单直接干倒102台。懂行的都清楚，汽车销售这个行业，很多人全年忙活都未必能破百单。这位小哥一个月干出别人1年的业绩，按理说应该做梦都要笑醒，结果人家全程愁眉苦脸，半点开心不起来。他直言，现在签单真的毫无难度，随手就能成交。最难的是交车，订单堆得像小山，车主天天催更提车进度，自己每天被问得头大，属实是幸福的烦恼。旁人看了都忍不住调侃，这烦恼能不能分我一半？就在澳洲车主集体陷入漫长等车期，销售被逼到无奈的时候，比亚迪直接掏出王炸底牌，自家的滚装巨轮亲自出马，上门救场了。近期，比亚迪滚装船郑州号顺利停靠澳大利亚墨尔本港口。本次到港的车型覆盖范围十分全面，适配澳洲不同用户的出行需求，其中包含2000多台 Auto 2、Ceylon 7电动 SUV， 同时覆盖腾势 B5、D9 高端车型，以及 Auto 1、Ceylon 6、Ceylon 8、C6、Shark 6等多款主力车型，从日常家用、城市通勤到户外出行、商务接待，各类场景都能精准覆盖。郑州号完成墨尔本港口的卸货工作后，还将前往悉尼、布里斯班继续配送车辆，均衡补充澳洲各地区库存，逐步缓解全网等车的局面。郑州号刚抵达现场，不少澳洲博主就专门跑过去打卡。登船之后全程看待，几千台崭新的新车整整齐齐排列，铺满每一层甲板，一眼望过去特别治愈。最有意思的是这艘船的独家设计，它的甲板不是固定死的，是可以上下调节的活动甲板，和普通死板的货运船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这个设计真的太懂运车需求了，主打一个灵活变通，拉小型代步车的时候甲板调低，多塞几十台完全没问题。拉高大 SUV 的时候，甲板升高，预留充足空间，不怕刮蹭磕碰。就凭这个设计，它的空间利用率远超普通货船，装得更多，保护更好，别家车企根本学不来。有博主还足足爬了16层楼梯登上顶层甲板，站在高处俯瞰整个墨尔本港，视野开阔度直接拉满。港口里其他的货轮摆在郑州号旁边，瞬间显得小巧玲珑。驾驶舱内布满精密设备和智能屏幕，是整艘船的控制中心，科技感十足。他还体验了船长专属座椅，沉浸式感受了一把国产巨轮的霸气，那种自豪感真的不言而喻。比亚迪澳洲高管也坦言，自有船队最大的优势就是自由，别家车企运车要看航运公司脸色，档期不够，运费上涨，延迟交付都是常态，而比亚迪可以全球随意调货，哪里缺车补哪里。澳洲本地车评人也感叹，比亚迪这套从生产、运输到交付的完整体系，效率在行业里很难找到对手。小编觉得，以前国产车企出海处处受限，现在我们自己有船、有技术、有产能，真正实现了自己说了算，这不属实是给国产汽车长脸了。每次比亚迪大批量新车出海，网络上总会出现一模一样的争议评论，不少网友固定发言，认为出口的车型都是优质版本，国内售卖的车型存在减配，品牌总是把更好的产品留给海外消费者。还有人对比海外售价，发现比亚迪在欧洲市场售价接近5万欧元，折合人民币近40万元，而国内售价几乎便宜一半，便笃定国内车型用料和品质不如海外版本，心里产生不平衡。我们先要明确一个事实，比亚迪不存在厚外薄内的双标操作，不会刻意给海外车型升级，给国内车型减配。这类传言大多是固有认知偏差造成的。
很多人习惯性认为海外商品品质更优，早已形成思维定式。很多人搞不懂国内外车型的价差逻辑，单纯认定价格越高，品质越好。实际上，海外车型售价偏高和车辆本身的品质、配置没有关联，完全是各类附加成本叠加导致的。澳洲、欧洲等地区的进口车辆需要缴纳高额关税，还要叠加远洋海运费用，当地多层经销商的分销利润，以及海外严苛的准入认证开支，多项成本累加，直接抬高了终端售价。简单来说，海外消费者多花的费用并没有用在车辆本身，而是支付给了税务、物流和认证环节。针对网友最关心的配置问题，也逐一澄清辟谣。网传出口车型会阉割刀片电池、800伏高压平台、智能驾驶系统的说法都不符合事实。比亚迪所有出口车型的核心3电系统、车身架构、安全标准都和国内版本保持一致，不会刻意降级处理。刀片电池、核心电控等自主核心技术全系标配，海内外车型的安全品质完全一致，不存在区别对待。小编觉得少量配置存在细微差异，只是品牌入乡随俗的合规调整，并非偷工减料。海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智能驾驶法规相对保守，不允许高阶智驾功能上路使用。如果强行搭载相关硬件和功能，只会造成资源闲置。因此，比亚迪会针对性调整配置，适配当地法规要求，是合理的本地化适配，并非减配缩水。反观国内，智能驾驶法规完善，路况适配性高，新车能够搭载完整智能配置，国内消费者反而能体验到更全面的功能。不仅没有减配，部分海外车型为适配当地路况和用车习惯，还会针对性升级硬件配置。澳洲版本部分车型配备的空气悬架 DAM 主动悬架，国内仅高配车型才会搭配。欧洲版本车型升级5连杆后悬架，全系搭载高压平台。同时，为适配海外老旧街区充电设施不足的现状，车型保留实体按键，优化车身尺寸，全部是贴合当地需求的适配调整，不存在品质降级。大家的错误认知其实都是被早年合资车 PUA 出来的。以前大众、丰田进入国内确实玩双标，好技术、好配置全流海外，给我们的都是减配特供版。那时候我们工业薄弱，没得选，只能被动接受。但现在时代早就变了，国产车企手握核心技术和完整产业链，主动权在自己手里，最新的技术、最全的配置、最完善的功能，永远优先给国内消费者。澳洲最新的经济和汽车数据就是最好的证据。目前，澳洲经济整体比较疲软。统计局数据显示，澳洲3月年化 GDP 增速 2.5%， 单季增速只有 0.3%， 是2024年6月以来的最慢增速。加上多次加息、消费低迷、出口波动，当地燃油车市场直接遇冷。丰田 Hilux、福特 Everest 这些曾经的销量霸主，4月销量直接同比下滑 30%， 燃油车热度一天不如一天。唯独中国新能源汽车逆势暴涨，比亚迪成为最大赢家。4月澳洲销量7700台，5月涨到8211台，市场占有率稳定 7%， 订单积压量巨大。比亚迪直接规划5月到6月交付3万台新车，全力清库存。不止比亚迪，整个中国车企军团在澳洲全面碾压日系。今年1到4月，中国22个汽车品牌卖出107196台新车，日系车企只卖了94500台。日系销量还同比下滑 23%， 局势彻底逆转。细分赛道差距更夸张，中国车企拿下澳洲 54% 的纯电市场， 76% 的插混市场，妥妥的行业主导。今年5月，澳洲车市还创下历史性画面，上海产的特斯拉 Model Y 拿下月度销量第一，这是澳洲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电动车登顶销冠，宣告燃油车的黄金时代彻底结束。小编想说一句大实话，现在还迷信海外车更香的人，真的该睁开眼睛看世界了。现在的真实局面特别滑稽，国内车主低价满配用车，美滋滋享受最新功能，澳洲车主花高价买减配智能功能的车，还要被当地经销商层层收割。澳洲网友天天吐槽本地车价太贵，羡慕国内购车福利，中间隔着的不是车辆差距，是部分人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。中国汽车早就逆袭了，最好的东西留给国人，不是减配，是我们该有的大国底气。
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